广西1号传销大案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这起传销大案涉及17个省，总共7300多人，账面往来金额高达23个亿，最后总共有118人被判刑。那么我们以往的经验看，好像国家对传销打击的力度已经不小了。可是为什么传销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打不干净？涉案金额23亿，参与者7000多人，被判刑者118人。广西1号传销大案揭开南派传销惊天内幕。你看我现在开着宝马车，你看我这儿穿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大家一起赚了。最大的经济贸易区不是北美，不是欧洲，是中国的广西。借名国家项目，鼓吹纯资本运作，学员齐送《弟子规》。南派传销的诈骗手段有何特殊之处？国家目前对这个行业采取的是正面打压，侧面提倡。传销组织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入门费、拉下线、挣提成，参与者被洗脑，为何上当？受骗者执迷不悟。人这个心是红的，人这个眼球是黑的。可是当你眼睛要红了，那心准黑了，打击传销如何才能道高一丈？其实对我们电视机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来讲传销的这种犯罪手段呢，已经并不新鲜了。很多人是要么自己的亲戚，要么自己的朋友陷到这个其中，有的是自己的同学自己的老乡，甚至有的朋友就曾经受到过传销这方面的蛊惑，有人就找到你，走吧，跟我去广西干传销去吧。那么我们看传销一般情况下的犯罪程序呢，也跑不出这几样。首先一个呢，你身边有熟人来找你来了，或者同学、老乡、亲戚、朋友向你显示，你看我现在开着宝马车，你看我这穿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大家一起赚了，在你面前显摆，吸引你，然后给你拉到比方说广西某个地方，到南宁看，你看这个北部湾这什么项目，这大楼这都政府在支持，我们搞纯资本运作。我哥说是这边生意挺好做，让我过来看看。来了，他领我看那个市政府来宾公园，就说是干国家的一个阳光工程，连锁销售不违法，是挺挣钱的。他绝对不是搞传销，他是国家在搞项目。咱们项目阳光工程阳光工程，它连锁销售通过这个蒙你，然后呢再向你介绍行业内所谓的精英，这是老总级的，这是经理级的这业务组长。你看人家最后提成拿多少？其实所谓提成就是你投进钱给他，就这么简单就是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传销骗人的手段。那么这次呢，所谓的广西1号传销大案呢，它也没有逃脱这个范围。你包括它里边设置的这个5级3进制，5级就什么呢？比方说一份入门费入门的费用，一份呢3300块钱。你要是1份到3份呢，你就是平常的业务员。你要比这再往上呢，业务组长，再往上呢就是这个业务主任。然后再往上就经理，而超过600份的，那你就是老总了，那你拿提成拿就多了，而且还设置上限，说最高你只能购买20多份，也最高也就交这个69800。很多人为了能尽快达到老总级别，就真交这69800了，为了能拉下线，把自己亲戚朋友反正说的天花乱坠的，什么骗人的话在嘴里都说出来了。所谓这5级3进是什么呢？就由这个业务组长这业务主任呢晋升到经理，然后这经理呢再往上晋升到老总，他分3个档次。就说这些呢，在以往的传销案子里边呢也挺常见的。那么说，为什么这次广西1号传销大案能有这么大规模？7300多人参与，最后300多人被刑拘，然后118人被判刑，就是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首先告诉大家，这起传销案子体现出来的是传销的犯罪手段更隐蔽了，而且欺骗性更强了。你看以往的传销是什么呢？所谓有北派传销和南派传销，北派传销是把人弄到屋里边给洗脑，你想走都走不了，你必须得拉下线，这是强制性的。这次是南派传销，改成什么了呢？我不强制你，不限制你自由，
你愿意走你就走，愿意来就来，不限制你。这个就比原先欺骗性强多了，而且待遇比北派传销好。所谓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甚至给你整到别墅房去，然后天天在你耳边这人来那人来给你洗脑，领你看这个看那个。他这洗脑方式都和以往不同，以往是买东西或者怎么，这次叫纯粹的资本运作。本期的金融就是以纯资本运作为主，通过电商的效应，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外来资金，拉动当地内需，带动当地各行各业的发展。告诉你，你看这个广西啊，有这西部大开发，有北部湾建设，有国家什么1040文件等等等等，它曲解国家文件，甚至断章取义地篡改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说政府暗中是要支持这些项目的，纯资本运作是有利于国家的。而且它欺骗你在哪儿呢？我们这是一次爱国行动，咱们这么干，你个人挣到钱了，国家也富裕了，说你入门费45%干嘛？交税了，咱们直接上交给国家税。说真有人来，政府来查来，那是净化组织，在这里头混进些坏人，政府帮咱们把坏人弄出去，剩下咱们就纯洁了，咱们就可以既给个人求发展，同时又给国家致富，贡献力量。邓小平非常英明，他到了深圳画了一个圈，这是什么？是战略最大的国际贸易区，不是北美，不是欧洲，是中国的广西。说这盘棋好大，他穷的到处，他没有产业，农业又落后，占的也很大。这些富人呀，应该没有事情可干吧？恰恰相反，在国家银监会的监管下，它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我们全国各个省份，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带来的效益。国家目前对这个行业采取的是正面打压、侧面提倡，所以它这一套欺骗性很强，而且有些外在的欺骗手段，你把天天组织大伙念国学、念弟子规，给人感觉好像文化教育似的，这个欺骗性很强。还有的呢，弄了一些非法出版物，讲怎么传销，纯资本运作如何如何，给人感觉好像这都正规出版了，还能有假，甚至呢还整了一段呢为汶川地震捐款50万的视频，也不知道他怎么录的。说你看这要是假的，咱这玩意儿是赃款的，要传销，那怎么可能国家还能接受呢？不可能的。所以他现在洗脑的手段比过去要强大了，犯罪手段显得更加隐蔽了，欺骗性更强了，而且它不限制自由，你愿意走就走，让你觉得这好像真就是好事似的。所以就说新的这个传销骗术比过去上层次了，升级了，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法律经过观察呀、调查呀，大量的取证啊，总结案件，说这样形式为传销，它是一种犯罪手段，把这个写到法规去了。可是写到法规总结这2、3年，你总结这些东西，现在传销团伙都不用了，又有一些新的手段，这新的手段没有在法律范围内，你打击起来就多少有问题。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法院开庭审理传销案的时候，很多传销的精英分子就坐在旁听席上，听听你怎么判的啊？为什么这么判的？那好，回头我就想法钻你空子，把这些漏洞都堵上。再有第3点呢，广西它为什么是传销的天堂？从北海、来宾、桂林到省会南宁，广西为何传销事件频发？工业、农业滞后，房地产业、服务业却节节攀升。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与传销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公务员、教师、现役军人、学生、广西本地人。广西1号案中这5类人为何被传销组织拒之门外？不能让广西本地人来参加，为啥？他们一发现这事儿这么挣钱，他们在纷纷抢占这市场，把咱们就挤走了。一面是打击传销多年，一面是传销诈骗手段花样翻新。传销的生存土壤究竟在哪儿？广西它为什么是传销的天堂？这个地方本身消费还不高啊，离北京还远。那么一开始在哪儿呢？像什么北海啊、来宾呐，后来包括桂林呐，这些地方成了传销重灾区。到后来一点点蔓延到省会城市南宁。那么有一些地方政府就认为呢，大量的传销人员来了，
能解决我们的商品房的出租问题啊、销售问题啊，能解决空置率问题，同时呢，拉动地方服务产业上来了。你看南宁，它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并不怎么出名。一般来说呢，一个这个大城市里头呢，它作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可长期以来呢，南宁它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发达，反而第三产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现在越来越往上，甚至占据整个南宁市 GDP 的50%还多。你看南宁商品房啊，售价不低，租房子很火爆，出租车市场也火，饭店门口等着排号呢，反正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景象呢，和这个城市缺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支柱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大量传销人员的涌入呢，对于拉动地方的服务业和拉动内需消费是起很大作用的。所以在广西出现了很怪的现象。你比方说纵容一些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就是讲怎么传销的，怎么这资本运作的，居然能够大行其道，甚至摆到书店里边去。甚至有的时候你到营业厅办理这个手机号啊之类的通讯业务啊，那办理的人都给你塞2本传销的工具书，这个多少钱呢？这个政治解读失误。再一个我们就必须得说的，犯罪分子本身他也有一套规避的手段，就咱们可以管它叫消毒。你比方说这起1号大案里边呢，就规定5类人不能参加他们传销组织，什么呢？公务员、教师、现役军人、学生和广西本地人。他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公务员和教师他要接受这种关于传销的一些犯罪手段的教育，所以往往公务员呢和教师呢对这个传销本质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进到这里边呢，一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容易把这个传销这里参与人员洗脑的成果给毁掉了。所以让公务员跟教师参与进来很危险，不要现役军人。现役军人非常有严格的各方面规定，一旦要出了问题，部队要插手这事儿。那传销组织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不让现役军人参加，再不让学生参加。一个是学生本身财力有限，他不挣钱，而且学生回到家里拉亲属来，谁能信个小孩子呢？再个学生在这里边出点事儿，人家家长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他是没有独立民事行为和刑事行为能力的。所以说学生也不能参加。最有意思，他不让广西本地人参加。他对内部人怎么讲的呢？对于这些骗来的人说，不能让广西本地人来参加。为啥？他们一发现这事儿这么挣钱，他们在纷纷抢占这市场，把咱们就挤走了。再一个，人家广西当地希望咱们外来人把资本引进来，引进来之后，你看金融系统就活跃了。他说这个倒实情，就大量的传销人员进入广西，广西这账得在广西金融系统里走啊。确实，广西的金融系统因此就变得活跃一些，消费各方面就高一些。他说，你这个政府希望外来人到这儿来，咱们都走了，让广西人撵走了，他当地的经济也发展不起来了。你看说的还头头是道的，其实是不是这么原因？不是，他为什么不让广西本地人参加？本地人来这儿来，如果你真要发现这是骗人的话，人这坐地户啊都有点势力，找了亲戚朋友告你啊，你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所以你看，他不让公务员、学生、教师、现役军人和本地人参加，这是自我消毒。这个道理呢，就像什么呢？原来中国这有不少小偷组织、盗窃组织规定，救命钱不能偷。就说你比方说医院门口啊，人家哆里哆嗦揣着4、5千块钱来看病来救命来，这钱不能偷。但是现在有的小偷也缺德，缺的这份也下手。他为什么有这规矩？不是小偷，道义有道，不是他发善心。你想想，你这钱要是救命钱，你要丢了，你能不急吗？报警不用说了，要真看着哪个可能是小偷，得穷追到底。所以这小偷偷不好，容易因为这事儿沾上大案子。所以他为了洗清楚别惹麻烦，他不偷这个东西。不是说小偷本身就有这善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不偷救命钱呢，它是一种自我消毒的方式。假如这人特有钱，你偷他点了，谁搁那儿丢点吧，谁偷走谁买药吃，去的了就拉倒了。所以他偷这些富裕的人，
它比偷救命钱它更安全点儿。所以所谓传销人不要这几种人，有人说他们这个目的呢就是自我消毒，想让自己这个犯罪过程呢，不要被这个相关部门引来的人来给打击，我能够安全一点。所以我前面说的这些原因归结起来，这是现在出现这个1号传销大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呢，它仅仅是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很重要的精神层面，3000元的投资，300万的盈利，如此天方夜谭的谎言，为何能让传销者深信不疑？为传销丧失理智，背后究竟是什么心理在作怪？你把致富呢当做一种信仰，就我只要能挣来钱，那至于什么手段无所谓。工商、公安、社区3方联手，传销为何仍然打而不灭？从立法到执行，从有关部门到全社会，如何才能彻底清除经济其中的传销毒瘤？识破传销诈骗术又有哪些高招？我可以告诉你，80%-90%它是拉你下水，一定不能因为交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破解传销形式，透析传销心理。所以我前面说的这些原因归结起来，这是现在出现这个1号传销大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呢，它仅仅是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很重要的精神层面上，传销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了，前后快20年了，但是你发现打不进。除了我前面说到的这些原因以外呢，我们必须得从社会层面、人的精神层面来分析。首先一个，从这个整个社会的环境来看，就说把致富呢当做一种信仰，就我只要能挣来钱，那至于什么手段无所谓，我只要能发家致富，笑贫不笑娼，这确实是我们社会部分存在的一个现实。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挣钱这是我的信仰啊，我一定要发家，我一定要致富，我一定要成为人上人。那至于我用什么手段，甚至我知道传销就是骗人的，但只要我能骗来钱，我不管害不害人，甚至自己亲戚朋友眼睛都红了，我不管那个了，我能挣着钱就行。难怪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杀进来，难怪有那么多人已经因为传销被判了刑了，出来之后还接着干这个，礼崩乐坏。他把致富当作一种信仰，就是羞耻感完全丧失了，价值观特别混乱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另外你从经济环境来讲，咱们必须得承认，老百姓现在的投资渠道太少，这个钱搁到手里头你说股市赔，买房子不一定买得起啊。现在房地产市场也不怎么好，投资收藏吧还怕被骗，找不着一个出口，还想升值，还想发财。那这个时候传销骗你，往往一下就容易上当，就进去了。在第3点也很重要，传销分子骗你说这国家其实支持的，他为啥说打击呢？就是净化这市场，不让更多的闲杂人等进到里边。这个造成呢，长期以来传销的有些理念呢，把某些人洗脑洗得干净彻底，他不听政府宣传，反而相信这个。所以我说这是硬件的原因，软件的原因，心理上和社会层面的。那么还有我们现在呢，打击传销的过程当中，这个手段不够。首先一个呢，在立法上就传销入罪的门槛特别高。你比方说这个传销怎么才能算传销呢？抓到时候必须有这证据，它涉及到3个级别，30个人，就下线1个下线，3个下线级别，然后涉及人数30个人。可是警察一开始接触时候很难直接取证到3级30人，所以你怎么给他定罪？你像台湾对传销怎么定罪的？你只要拉了一个，你因为传销拉了一个人，就算你犯罪了，他管它叫吸金诈欺罪。就你只要从非特定人群当中挣到1分钱，你就算犯罪了。所以打的没人敢触犯这法律。我们这儿呢，往往是一开始传销这个时候状态起来时候不属于犯罪，这段时间由工商部门管，等是犯罪了才由公安部门介入。我们知道工商部门呢，它没有这种严厉的执法权，所以往往造成的传销组织呢，开始的时候一点点养大了，到了不像话了，危害已经形成了，公安部门才介入。所以这样就不能从萌芽状态上更好的打击传销，所以这个门槛要提高，而且不能一开始都由工商部门去打击，它没有强力执法权。那么到了公安这块呢，往往各地经济犯罪打击这块呢，警力比较少，
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参加的传销，往往一家公安部门是很难有力量把它彻底是打住的。其实对传销这个源头上，一开始你比方说房屋出租部门、社区管理部门，他们一开始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哪个地方不正常的出租车来了，然后在一块儿天天开会，一看就是这个。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部门、房管部门呢，还有房屋出租部门的社区，没有加入到打击传销的阵营当中。这当然也跟有些部门有利益啊。你把你这房子租出去了，房东得好处了，那跟社区在，行了，黑不提白不提了，这里边有些利益链条要打破。这个利益链条要在起点端，就造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现象。就打击传销不是工商一家事，也不是公安一家事，得全社会齐抓共管，得打破地方的一些利益链条。也就是说，广西政府要有这种决心，在内部整顿、切断地方经济发展和传销之间的利益输送，这样才可能呢，全社会制造一种齐抓共管的氛围，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么最后呢，咱们也得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说一下，这个传销啊，你记住怎么判断传销，有3个基本条件。第一，他收不收入门的费用？要收入门费，这是传销。第2个，要你发展下线。第3个，以发展下线的多少来计算你的报酬。如果这3条件在100%是传销，一定是非法的。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这数，要人拉你过去，你得记住这事儿。另外一个呢，什么情况下很危险呢？你的朋友、亲戚、熟人、同学，有的很长时间不跟你联系，你都不知道最近在干嘛，突然出现了，或者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写信，或者直接找你来啊，我在哪边哪边，比方在广西哪有个好的投资项目，你看我现在不错吧，衣服穿着，你看这车开着啊，这么着，你跟我到那边去，有财大家一起发。凡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告诉你，80%-90%他是拉你传销的，一定不能因为交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你还要把他想法拉回来，还要劝他，你可千万不要跟着就掉进去。当然最后一点最重要，说你投资3000多块钱，然后到多少年以后就分380万，这种事儿你能信吗？天上掉馅饼的。纯资本运作本身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你3000多块钱最后就滚成300多万了，这种好事你信吗？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干出骗亲戚、骗朋友这样丧尽天良的事儿？那不就是贪婪的欲望蒙蔽了双眼吗？这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这句话，你一定得记住了，人这个心呐是红的，人这个眼球是黑的，可是当你眼睛要红了，那心准黑了，你的贪欲就会蒙蔽了你的内心呐。所以说1000到1万，根本上拒绝传销、打击传销，在于不切合实际的贪念，您千万不要有。只要有了这贪念，即使不被传销的骗了，有可能其他各种陷阱也等着你。非第2部分，万亿彩票资金审计风暴，国家审计署兵分18路，万亿彩票资金即将大起底，或梦想一夜暴富，或期盼喜从天降。小小彩票令多少彩民为之痴狂。你看，光去那一年，彩票的销售量就达到3000个亿。也就是说，你要均摊的话，等于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都拿出了200多块钱买彩票，100倍投注，蒙面领奖。1元大奖得主的身份为何总是引热议？当亿万资金遭遇审计风暴，彩票运营该如何规范？粉碎彩票造假的流言蜚语还需公开哪些细节？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开奖时间差1个半小时，有人说这不对，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这边马上就开奖。彩票你已经卖完了，你当然可以开奖。那为什么要等1个半小时呢？扒开大奖的层层外衣。那么说到这个彩票呢，可能咱们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啊，散图有这样的心态，说我正好经过彩票站，我顺道就买一张碰碰运气。那中了那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要没中呢2块钱玩呗。可是有的人不是这个心态，我这月工资我拿出来1/4、1/3，甚至有的都往进扔。买彩票万一我一中500万呢，还有上亿呀，我这日子一下不好了吗？
所以买彩票呢，各种各样不同的心态。所以每天晚上呢，有的电视台呢直播那个彩票的摇奖过程，那些球噼里啪啦一蹦，很多人看着是心惊肉跳。好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红色号码球呢也出现了32号球。接下来我们再摇出今天的蓝色。有的时候呢，你在街上经过一个彩票投注站，5平米大的小屋，那个人挤得里3层外3层的，一帮人抽着烟蹲地上。哎呀，这俩号快出了，惜我昨天做个梦说要出这5，你看，你感觉还有点那么宿命的味道。那么这个彩票什么时候开始发行的呢？在中国啊，福彩是80年代发行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生还有去买的呢，是什么呢？当时是为了北京亚运会、90亚运会。当时北京呢发行了一种呢，就是即开型的彩票。当时有不少人呢，我记得当时是5毛钱还1块钱的彩票，有人一买几十块钱，一刮呢啥也没中，弄一乐呵。为什么？当时买彩票的心态很单纯，就是我为了国家做贡献。现在彩票宣传用语还有那么句话呢：小小一张彩票寄托一份爱心，或许还有一份惊喜。你其实这句话搁在当年呢是很对的，但是到9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因为90年代呢，我们开始引入了乐透型彩票。什么是乐透型彩票呢？就是以数字序号为抽奖内容的，像35选7啊，什么21选7啊，这都属于乐透型彩票。这个时候，相当多的人买彩票的目的已经变了，就这时候彩票并不是图一乐了，奉献爱心了。有相当多人把它当作一种投资，所以有的人就幻想着一夜暴富，我中奖了，我中奖了。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呢，开始大量的在彩票上投入资金，尤其是呢是个生活状态不是很稳定的人，他们渴望呢一夜暴富，来改变自己现在相对困难的状况。你看买彩票最多的人是什么？一类是农民工进城打工，希望一夜之间暴富。再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啊，今天挣多少，明天挣多少都不知道，也可能赔，也可能挣。所以这种生活状态不稳定，造成了农民工、个体工商户成为买彩票的主力军。当然有很多人买的过程当中不理智，有的倾家荡产。那么前2年曾经出过一个事儿嘛，河北发生的，有银行职工的俩人呢，把金库里头5000多万钱偷出来了，干嘛用了呢？其中4500万买彩票的。你说这得磨到什么程度？这人已经走火入魔了。所以我说这个彩票的问题啊，世界范围都存在这个现状。就是首先一个呢，买的人得理智，你不能太冲动，不能指着这个过日子。你像在现在有的媒体报道的，我就不赞成。经常是有人偶然经过彩票站随便玩玩，2块钱中了500万。什么有人最后大奖我都包下来，中了几个亿，一下就过分的夸大这样的新闻事实。其实这种事儿是个绝对小概率事件。你像咱们说那双色球中奖，真正中大奖几个亿，那个概率是多少？是1770万分之一，多小的概率。但是媒体一扩大，给人感觉好像哎呦这发财有路啊，就这么干吧。这我万一套政策了，我就如何，我中奖了，我中奖了。所以刺激着很多不理智的人接着往里投。所以我说彩票的这种运作呢，它是个社会系统工程。本来它的目的呢是通过彩票呢筹集一些资金，对公益事业有帮助。可是如果你让很多人呢盲目的扎到其中，反而利益受损了，这个就违背了彩票初衷。为什么我们说要还彩民一个明白呢？因为彩票的钱它并不是哪个部门独立运作的。这个彩票的钱从哪儿来呢？其实就是广大彩民，你2块钱，我2块钱凑到一块儿，形成了这么多钱。现在根据调查呢，全国呢大概有2亿多彩民。你看，光去年1年彩票的销售量就达到3000个亿，也就是说你要均摊的话，等于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都拿出了200多块钱买彩票。那么这个钱是老百姓的钱，那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得奖给了谁了？这个中间抽奖的环节是什么？你肯定老百姓应该拥有公众知情权，而且这笔钱的数额是很大的，因为这彩票呢，自从开始发行到现在，福彩这个27年间总共是卖了1万个亿，体彩20年间卖了7000个亿，加到一起呢是17000多个亿。
你想这笔数额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公众有必要对如此巨大数额的一笔钱拥有属于自己的知情权，因为这不是某个部门的财产，某个个人的财产，是全体彩民共有的财产。我们当然得知道这个钱流到哪儿去了，是怎么运作的。区区2块钱一张彩票的来龙去脉，为何遭遇彩民的刨根问底，100倍投注同一号码并获1亿元大奖？这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另有玄机？但幸运从天而降，1亿元大奖得主是否有义务给公众一个交代？从摇号到电视直播，如何操作才能消除彩民的质疑，揭开大奖的神秘面纱？有人说，有人还对现在中国彩票怀疑吗？哎，你问问现在买彩民的人，买彩票这些彩民，你问问他，10个都有8个他会跟你说，我就怀疑那个摇奖的过程有事儿，要不怎么我就买了这么些都没中过呢？还有的说，我就觉得那个谁领走大奖那是不是哪个彩票中心的主任的亲戚呢？或者是不就没那奖，他怎么就给领走了？就不让我们得有相当多的彩民认为这里有事。其中那个网站有过一个调查，大约得有高达59%的彩民认为整个彩票运作过程当中可能有猫腻。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啊，首先我们说这事儿都跟钱有关，咱们把这个钱的比例分配一下，你就知道。比方说这个买彩票钱，它50%是奖池，就说白了，大家凑了100块钱买彩票，有50块钱呢是返给得奖的人，剩下的35%呢是作为公益金，再剩下15%是发行费。咱们一个个来说，你看这里头，首先说奖池，说比方说这期彩票，假如说卖了这个100个亿，那有50个亿呢是要还给彩民的。那么这个奖池，很多人怀疑什么呢？首先一个大家怀疑啊，说都奇了怪了，怎么经常1等奖没有，特等奖没有，突然间这奖池累到好几个亿了，突然有一个人等于在一注彩票上呢重复投，就比方说2块钱一张彩票，我就买这一个号，我买200块钱的，就等于100倍，买了100张彩票，一下子就把这奖池前几个亿都掏走了。你看今年10月5号，山西一个彩民中了100倍的一个奖，最后呢头等奖是500多万，那100倍多少？最后中了5亿2000多万，这是这些年来中国彩票排第3的大奖。后来这人打扮成动画人物熊二那样，不敢让别人看见，到那个彩票中心去兑奖去。2014年10月5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进行第141157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爆出107注，单注奖金为520多万元，其中山西太原市的一家站点独揽101注，且全部落在一张投注100倍的彩票上，累计奖金高达5.2亿元。这是中国彩票史上的第3大奖，也是今年的第1大奖。10月13日上午，在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西5.2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领奖。领奖时，他身着卡通人物熊二装扮的服装，由于包裹严密，全程由工作人员搀扶。此外，为保护获奖者的个人隐私，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工作人员还要求兑奖现场所有的媒体人员签写了保密协议。近年来，蒙面领奖似乎成了彩票兑奖过程中一个惯例。由于不公开个人信息，大奖得主们的真实身份也一直扑朔迷离。对此，一些网友不仅好奇1亿元奖金的去向，更质疑开奖过程是否存在暗箱操作。能挣这么多，他打码100多注，是吧？同一个号，太不可思议了。我在网上看见说中了5.2亿，我不相信吗？过来看看嘛。是真正开出来的号码，其实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肯定是有内幕。我觉得我感觉到好像是有人控制这个事似的，是不是提前都是预测好的呀？我也想中500万了嘛，很多人就怀疑说我要买彩票啊，我怎么买呢？比方说我都有20块钱，我买10张彩票，很可能呢这个每一张号都随便打击打出来不一样，这样我撞大运碰上的概率不高点吗？很少有人呢说我选了一个号，我买100张，选这号买88张，这个不大符合一般彩民投注的常态。可是奇了怪的是，每到这奖池累，你要奖池里剩下比方剩几百万可能没这事儿，一旦累到过亿了，
马上就冒出一个人复式投注一下就中这些，所以很多人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儿，说是不是？当然有人不一定怀疑，就说是这个中奖这人跟那个彩票中心有什么的，这事有点这瞒天过海，但太大了。有很多人怀疑啊，你看他打扮成动画人物，有的搁着《西游记》的脸谱，有的搁喜羊羊、灰太狼，不敢让人知道。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存在？他根本没中过奖。有很多人怀疑这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看呢，每天这个彩票销售截止日期到什么时候？过去是6点，现在有8点，晚上8点。那么开奖是什么时候呢？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是9点半。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开奖时间差1个半小时。有人说这不对，应该你销售值一停止，这边马上就开奖，你已经卖完了，你当然可以开奖了。那为什么要等1个半小时呢？相关福彩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得等着全国各地卖了多少彩票，这数据传输给中心，中心才能开奖。你要这个卖出的数据干嘛呀？你不管卖出多少份，你该开奖不也得开奖吗？这个是没关系的。他为什么要把数据统计起来再开奖呢？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必须要向公众交代清楚，你这1个半小时干啥了？虽然咱们说这种猜测10之8九不存在，可是是不是需要你彩票管理机构站出来给大伙说明白啊？你这1个半小时有没有必要啊？还有的人说那球能作假，你安个磁铁呀，打上重油啊，一轱辘啊，什么时间开多少号都能控制。大伙儿看世界杯抽签没有？有人说那怎么作假？那贝克汉姆把手伸进去转半天掏出个球，那球本身就能作假。这个已经在很多的这个媒体上都曝光过，说原来是什么呢？把这球搁冰箱里头，再往里一放的时候，比方说我想把英格兰抽到这个意大利这组这贝利在这晃，一摸有一个球冰凉从冰柜里出来，把它拿出来了。这一打开一看，英格兰给意大利一左，说后来呢，这冰凉的球在里边容易结水珠，让人看出来，改成加热，这都有过。我说这个呢，倒不是说现在国际足联就真这么干，就说至少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由计算机来控制摇奖这个过程，计算机输入什么程序，这些都是不透明的。就说这个有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我们用什么样的程序，怎么样在这开放的环境下，怎么样有公证人员，公证人员不能光看这个，那背后技术支持呢，才不外露。蒙面领走1元大奖得主，为何不愿露脸？当兑奖过程遭遇信任危机，公众的知情权和获奖者的隐私权该如何平衡？从公益金到发行费，彩票监管还存在哪些漏洞？专项资金怎样才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晒彩票的账单。国家审计署兵分18路，万亿彩票资金即将大起底，或梦想一夜暴富，或期盼喜从天降，小彩票，令多少彩民为之痴狂。你看，光去年1年彩票的销售量就达到3000个亿，也就是说，你要均摊的话，等于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都拿出了200多块钱买彩票，100倍投注，蒙面领奖。1元大奖得主的身份为何总是引来热议？当亿万资金遭遇审计风暴，彩票运营该如何规范？粉碎彩票造假的流言蜚语还需公开哪些细节？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开奖时间差1个半小时，有人说这不对，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这边马上就开奖，你已经卖完了，你当然可以开奖，那为什么要等1个半小时呢？扒开大奖的层层外衣，每到出现大奖的时候，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压根谁中奖大伙儿不知道，他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有人说这也对呀，那你要知道说他中几个亿那了得吗？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你要知道以后有些人找他麻烦，没准弄得他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个人隐私不行。可是你奇怪的是，中国国外英国美国那个大奖开了，那比咱这奖还高呢。你会发现得奖的人乐乐呵呵，面对媒体采访，人家怎么说个人隐私就不那么当回事儿呢？其实是强制性。为啥呢？我刚才说了，彩票这个钱是老百姓一分一分垒起来的，垒到一定程度了，形成了彩票的奖池。那好，这是大家的钱，
那么公众对这个财产是不是要有知情权？当然他进了个人腰包了，他再咋花那跟我没关系了。可是由公众这个奖池进到个人腰包的过程，他怎么进去的？他凭什么得了这个？他用哪些公开的程序把这个钱弄起来？我是不是得知道？我只要花2块钱买彩票，我就拥有这个知情权。所以说，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公众知情权之间，我认为在彩票领域应该优先保证公众知情权。彩票的中奖的结果是肯定不能预测的。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双色球的这个销量很大，每期大概在3亿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人出来预测说我这个过一段时间可能能中5亿多少或者4亿的这个奖金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非常正常，因为我的奖池里面有这么多钱，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双色球采用的是电视直播的方式。整个我们在现场摇奖的过程和我们最后大家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不存在这个任何后期制作和剪辑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从开始的摇奖器的检测，到摇奖球的选择，到电视直播的开奖，到整个这个摇奖器具的这个封存，都是由这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全程监督。摇完奖以后，摇奖球和摇奖器具的封存是由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亲自来操作的。那么整个摇奖过程的录像也是由公证处来保存的，以备以后的核查。所以说这些东西虽然我们都是猜测，可是我以前多次举过这例子。正如这面前一趟玻璃，你要透明看里边，我当然认为你没事儿。本来你没事儿，你非在面前挡个毛玻璃我看不见，我就得怀疑你背后有事儿。所以我是希望通过审计署这一次活动呢下去呢，把奖池这个情况摸清楚了，整个彩票的运作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给大家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这样一个彩票购买环境。所以我说这是关于奖池返还奖金这个。在第二个呢，50%的奖金说完了，35%的公益金，这个公益金呢是彩票的一个初衷，就是100块钱里头有35块钱是作为公益基金留下来。那这个公益金怎么分呢？一半上缴国家财政，一半搁到地方。然后这比例呢，大致呢，你比方说搁到地方呢，总共是5项任务，叫做扶老、救孤、助残、济困、赈灾5个任务。就是老弱病残你得管，哪块困难户得管，真要救灾了你可以花这钱。在地方搁到中央呢，它大头呢搁到社保基金呢，剩下的有公益专项基金，也有给民政部门去运作，就这钱大致这么分了。可是你实际调查一下，发现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公益金呢就没用上。你想他要没用上，他钱就搁在银行呢？我们大伙都知道，钱只有花出去才是钱，你搁银行里不是钱，所以没用上，这跟当初的初衷就违背了。你像有的地方体彩把这个公益金分配过来了，是盖了体育场馆了，盖体育场馆同时捎带着把体委的办公用品给换了，老板台又什么电脑手机都给弄一堆，你这就不合理了，就是把它当成自己一个小金库来使。而且公益金趴在账户睡觉的效率本身就低，你等于没有发挥它的效率。再有的剩下的15%，运作经费，就是100块钱彩票里头15块钱拿出来是作为发行经费。现在电子彩票在网上购买都出现了，就是说它整个的发行成本是逐年下降的。那发行成本逐年下降，规模还扩大。前面我们说那公益金到现在为止已经6000多个亿了，这个彩票发行费用到现在为止累计花出来2600多个亿，它花哪去了？你像前不久曝光了一件事吗？国家彩票中心福彩中心在黄山有个培训基地，那培训基地那个豪华4、5栋5星级酒店的标配，里边甚至有个法国大厨给你做正宗的法餐。所以这钱从哪儿来？就是从这些行政经费发行费用里来。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年度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并向社会公告。然而近年审计结果发现，彩票资金运作不透明、去向成谜、监管等问题十分突出。2011年，青岛市福彩发行中心原主任王增先因贪污4744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
任职期间，王某曾斥资2000万元公款购买当时国内最顶级的豪华游艇，所以我说审计署这次清查应该是给彩票行业来一个大洗底。你看看这些不公开、不透明的运作背后到底有没有事儿？所以我是对这个审计署这次到18个省去清查彩票基金的使用，我充满着期待。那么节目最后呢，咱也得给大家这个推心置腹的说几句实话。就咱们说这个彩票呢，卖呢是为了公益，可是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呢疯了似买，最后倾家荡产。那么什么人？我刚才说农民工、个体商人户，这多起码是贫困的人多。本来我们设置彩票呢，弄出公益金呢，是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可是偏偏更多贫困的人呢，却买了这些彩票。当然，我们都知道买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我是希望呢，只有通过彩票各方面的过程不断理顺，让彩票产生出更多的公益金，然后这些公益金去补助贫困的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共同思索一下，中国的彩票应该向哪个更为健康的方向走。